很多朋友呢，在规划居家空间的时候常会问我说主动式喇叭这么多，为什么有些2万多，有些却要到7万多块呢？其实挑选喇叭就像在挑选家具一样，你要考虑的除了美感，还有它跟空间的比例啊。那今天我挑选了 KEF 家族中讨论度最高的3款产品，有精致灵巧的 LS-X2， 还有性价比惊人的 Koda W， 以及业界标杆的 LS50 Y-Lens 2。那今天呢，我们不只会聊听感，我还会带大家从细节规格连接性到声学设计，深度看懂这5万块的价差到底是差在哪里。在深入对决之前，我们先花一点点时间认识一下这3位选手的基本规格。首先呢是 LS-X2， 建议售价在44980，它是3款中最灵巧的。它尺寸是高度24公分，宽度15.5公分，深度18公分，一对的重量大概是7.2公斤哦。那它搭载是4.5寸的单体，非常适合放在书桌、电脑桌或者是卧室的床头。除了体积轻巧它也是3款中色彩最缤纷、最能融入现代装潢的一款哦。那颜色选择就有8种哦，从雾琥珀、绵白、炭黑，还有跟大师联名的特制版桑威白 Terrace Corner、钴蓝、矿石白、橄榄绿、熔岩红，这么多的选择，不管你的家里是北欧风还是多巴胺风格呢，你都可以找到一个命定色。接着是近期讨论度非常高的 Koda W， 建议售价是28900哦。那它的尺寸明显大了1号，特别是它的深度来到26.8公分，高度是28.5公分。宽度16.8公分，那整组的重量呢来到11.3公斤哦。那这个多出来的深度就会提供我们更大的共鸣空间。单体也升级到了5.25寸，它的颜色走的是比较沉稳质感内敛的路线，非常有英伦 Hi-Fi 的氛围。那颜色的选择呢，包含有质感的复古红、镍灰、深绿、午夜蓝、生态。那我个人就非常喜欢它的复古红，带有一种经典却不张扬的优雅，配上黑胶唱盘，真的是非常的有味道。最后则是旗舰标杆 LS50 Y-Lens 2， 建议售价是75980哦。那它是这场对决中的重量级选手哦，整组的重量呢就达到20公斤哦，尺寸更是来到高度30.5公分，宽度20公分，深度31.1公分哦。那同样是5.25寸的单体，但是它搭载了 KEF 最顶尖的 Matte 吸音技术，它的配色呢展现是一种高级的雾面质感，简约却非常的有气场哦。颜色选择呢有经典的沙贝、深绿、炭黑、钛灰、矿石白、绯红。那我就特别喜欢它的钛灰色，这种钛金属的沉稳质感呢，搭配上单体呢亮眼的绯红撞色整对喇叭看起来充满顶尖的科技感，却又不张扬。在规格表中，另外一个巨大分水岭就是连接方式。LS-X2 还有 LS50 Y-Lens 2呢，它都是数位串流的完全体哦。它支援 Wi-Fi、AirPlay 2，还有 Spotify Connect 等等的。那如果你习惯呢是拿起手机点一下就听音乐，那这2款就会非常适合你。而 Koda W 它的定位呢就比较特别，它不支援 WiFi 串流，主要是依赖蓝牙 5.4 或者是有线连接。但是呢，它拥有3款中唯一的 Phono 黑胶输入端子，对于想要在家里规划一个黑胶角落追求仪式感的你， Koda W 反而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接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扩大机LS-X2 还有 Koda W， 它们的总功率都是200瓦，而旗舰的 LS50 却跳到了760瓦哦。这几倍的差距代表的不只是音量，更是对声音的控制力。LS-X2 呢，还有 Koda W， 它们采用的是全部的低类扩大机哦。那大家不要觉得数位扩大机好像就是想要省成本，其实呢，在这么精巧的箱体里面低类它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因为它的反应速度快，效率高，可以让你听到非常利落干净的线条感。如果你喜欢听流行音乐或者是节奏感强的音乐，那这种快很准的现代听感呢，反而是非常有魅力的。而 LS50 它之所以可以成为标杆，是因为它选择更讲究的混合动力，它把不同类型的扩大机呢精准分配给不同的声音频段哦。低音的部分它同样是使用强悍的低类，利用它强大的电流支撑把这个5.25寸的单体抓得牢牢的，让中低音听起来结实而且充满力道。高音的部分这就是最精华的地方哦，它坚持使用音响界最经典、最具温度的 AB 类扩大机。那为什么它的高音要使用 AB 类呢？因为高音它决定了音乐它的灵魂还有空气感。
那 AB 类它虽然是发热比较高，但是它没有数位的切换杂讯，它音质呢是最接近类比的自然感。这代表说，当你听艾戴尔或者是莫文蔚那种充满情感嗓音的时候啊，AB 类它会修饰掉数位音乐常见的那种生硬感。那你听到的高音呢，就会带有一种温润的肉感啊，声音就会比较圆润，带有光泽，而不是生硬的数位音哦。这种力量跟层次的取舍，就是 LS50 Y-Lens2 让人一听就回不去的关键。那我们看完外观跟规格啊，就来点硬核的数据对决。很多人买音响啊，只会看外形，但真正懂行的人，他会看频率响应。那这3对喇叭的数值呢，放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 KEF 对他们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先看 Coda W， 它的数据非常惊人哦，低音下潜来到41赫兹，这个是3款里面表现最深的。当你在看动作片啊，或者是大鼓重击的时候 ，Coda W 它可以带给你强烈的包围感跟震动感。它的深度呢来到26.8公分，这多出来的箱体空间完全是没有在浪费哦，全部都转化成扎实的低音。在3万块这个价位带，它真的是一个很有诚意的重低音小钢炮。推荐用 Coda W 来听，像是那种沙丘电影那种气势磅礴的原声带，或者是它节奏感强的 EDM， 你就会觉得那个音乐里面的鼓点是有重量、有弹性的。那种震动感呢，不是只有耳朵听到哦，而是你的身体也可以感受到空间它被能量填满的感觉。接着我们来看最灵巧 LS-X2， 你可能会发现哦，它的低音是49赫兹，是3块里面最前的，但是它高音居然冲到47K 赫兹哦，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虽然我们人类耳朵它只可以听到20K 赫兹，但是这种超高频的延伸啊，它会让音乐听起来整个充满空气感，就像是你在听弦乐啊，或者是人声的时候，那种细微的残响，它跟空间的透明度。LS-X2 表现的就非常华丽，这个就是它身为桌面颜值王，却依然可以在音响上站稳脚步的秘密。数据冲到47K 赫兹的 LS-X2 啊，它最迷人的地方在于透明感。推荐大家呢可以用它来听像是王菲的天空啊，清脆干净的延迟啊，配上王菲那种半真半假带点慵懒却又极其通透的嗓音，把它那种飘渺的仙气发挥到极致。我的天空为何总会等裂？漂流在世界的另一边，任寂寞侵犯，一遍一遍，天空画着长长的思念。你的天空可有悬着香的云？你的天空可会有冷的月？放逐在世界的另一边，任寂寞占据一夜一夜，天空藏着深深
声啊，它也很适合听弦乐4重奏或者是 acoustic 那种不插电的现场录音。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 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will your mouth still remember the taste of my love? Will your eyes still smile from your cheeks?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we're 70. And baby, my heart could still fall as hard at 23. And 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 Maybe just the touch of a hand. Well, me,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every single day, and I just wanna tell you I am. So honey, now. 最后我们来看 LS50 Wireless 2哦，它的数据看起来是最中庸，它低音是45赫兹，高音是28K 赫兹，但是大家要记得哦，它是旗舰，所以它的数据呢，它不是追求极端，而是追求极致的平衡。它的低音呢，不像 Koda W 那么的猛烈，但因为呢它有 Math 技术，所以它的低音呢是非常有质感的，不会盖过中高音。而它的高音呢，虽然数据没有 LS-X2 那么高，但是因为它用了 AB 类扩大机去驱动，所以它的音色呢是最温润、最耐听的。它不追求花俏的数据哦，它追求是让你听一整天都不会累的专业级表现。蔡琴这种充满灵魂的人声呢，就最适合它。那歌曲开头那几句无伴奏的清唱啊，你会发现背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黑，就像是蔡琴她独自站在一个全黑的舞台中间。那因为有 AB 类扩大机的加持啊，它的声音听起来会非常的饱满有温度。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不时地回想过去。那它是那种你听了一整天依然会觉得音乐很温润很耐听的顶级享受。总结一下哦， Koda W 它适合给喜欢看电影或者是听重低音流行音乐的人。这个补足了3万块以内的主动式喇叭常常会有的声音太单薄的缺点。那 LS-X2 呢，它适合给喜欢听纯音乐清唱啊，或者是在工作时候需要高品质的背景音乐的人。那 LS50 Wireless 2呢，这对喇叭它不挑歌，因为它是为了那些认真想要坐下来听音乐的人而设计的，强调呢它的耐听还有真实感。最后我们来聊聊这3对喇叭的未来性哦。LS-X2 呢，它拥有最完整的 W2 无线串流平台哦。未来的扩充呢，主要是在软体的更新，比如说它支援更多的串流服务啊，或者是它更稳定的 App 控制。它也保留了一些重低音的输出，所以如果你觉得 4.5 寸的低音不够，你可以再加一颗像是 KEF 的 KC62那样的小钢炮，它立刻呢就会变成一套强悍的2.1系统。
缺点就是它的物理接口比较少，它没有标准的 RCA 类比输入，这代表说呢，你也难接上高阶的 CD 播放机或者是传统的黑胶唱盘，除非你加装转换器，但是呢，这个可能会破坏掉音质。Kodak W 是这3款中唯一有内建 Phono 黑胶唱头放大器的款式，这个对于未来想要入门黑胶世界的你来说啊，是个最大的扩充福利。此外呢，因为它没有内建 WiFi， 所以你可以随意搭配你喜欢的串流播放器啊，比如说 Win 或者是 Aerosolo。那当串流技术更新的时候啊，你只要换掉外接的小盒子，所以喇叭本身它永远都不会过时哦。不过它的小缺点就是因为它功能比较传统，所以如果你不外接器材，它就只可以用蓝牙去播放。LS50 呢，它拥有 HDMI、ARC、光纤、同轴还有 RCA 的类比输入，它不管是你要接电视啊、游戏机，还是高阶播放机，甚至是电脑，它都可以胜任。这个对未来想要进入发烧级音乐系统的玩家来说，是一个必备的扩充门票。此外呢，它在 KEF Connect 的 App 里面，它重低音管理功能呢是最细腻的，它可以完美的匹配高阶重低音，基本上它就是没什么缺点了。硬要说的话，就是它已经太完美了，所以你几乎找不到其他理由再买器材来扩充它。聊了这么多啊，其实这3对 KEF 喇叭代表的是3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哦。如果你追求是一种精致跟便利，希望在书房啊或者是卧室里面随手一滑就可以听见像王菲那样子剔透啊充满仙气的声音，那 LS-X2 呢就是你最好的日常伙伴。如果你的预算啊是在3万块以内，希望就可以把客厅变成一个小剧院，在看动作大片的时候啊，可以感受到41赫兹那种震撼的能量，甚至呢，你偶尔想要听黑胶唱盘啊，享受针尖落下的仪式感，那 Kodak W 绝对就是你的选择。那如果你跟晶晶我一样呢，是追求音质最细腻的真实感还有温度，那希望在听蔡琴啊或者是交响乐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那种充满厚度啊，还有从容不迫的优雅。那搭载了 Mate 科技还有混合动力系统的 LS50 Wireless 2，绝对是你值得一次到位的选择。音响从来都不只是器材哦，它是我们忙碌生活后用来奖励自己的一种方式。那如果是你呢，你会选择带浪漫黑胶气息的 Kodak W， 还是钟情于细节空灵的 LS-X2 呢？还是干脆上到旗舰的 LS50？那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或者是跟我分享你最喜欢拿哪一首歌来测试音响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来说有帮助，也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是晶晶，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